终于下班了。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狗屁工作的伤痛需要用一个周末的卧床来治愈？我有一个暴论：当你以为你在工作中挣钱的时候，你的精力账户其实在往外掏钱。因为精力账户有4个维度：体能、情感、思维、意志力。作为一个每周要在美国东西海岸飞行，单程就要至少8个小时打底，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对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的工作？比较讨厌的打工人，我发现要照顾好精力账户，就是把工作这件事情当成游戏。Ready go！ 嗨，朋友们，天哪，这天还没亮呢，我就已经在这儿等待我的 driver。I'm going to the United Terminal。第一个关卡就是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维持思维账户。Hello， 我刚到费城，我觉得我这次 flight it'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因为我终于完成了我的 flag， 就是我要在 flight 上面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又参加了一些会议，我剪了我的 vlog， 看了一会儿书。维持思维账户就是维持创造力。对我来说，维持创造力的好方法就是剪 vlog。终于加完班了，最近加班要加好久啊，我根本都没有时间剪 vlog， 现在已经11点19了，但我还是决定我要剪 vlog， 因为我发现我如果不剪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难过，所以就算只剪几分钟，我都觉得会好受很多。我现在可谓是争分夺秒，因为我非常想今天把这个 vlog 给发出去。现在我最大的 blocker 竟然是这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有13分钟，就是巨长无比，我就在等它下载。功夫不负有心人，已经11点49了，我终于在导出了。12点21，我必须得睡觉了。但是我现在这个 bottleneck 啊，为什么小红书上传总是会卡在0%啊？服了，睡了。Good morning！ 我现在在用一种超级奇怪的方法做咖啡，因为他们这个酒店没有热水壶。然后昨天打电话给他们说没有热水壶怎么办？他说啊，你可以用这个煮咖啡的，你不放咖啡粉，你就在这里面放点水，它就可以煮热水了呀。啊，然后我就只能荒岛求生一下了。荒岛求生的背后，是我维持情感账户的坚定意念。我的精神食粮，咖啡。今天我就不打算自己做咖啡了，因为我昨天拿到了一个很好的 ranch， 就说这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喝的咖啡馆，叫 Passenger。OK， 朋友们 ，this is very makeshift。今天点了一个卡布，还点了一个 AeroPress。然后 AeroPress 是 lighter Ethiopian roast。There's a lot of fruity flavors in the lake。这个卡布奇诺是一个有 chocolatey 的 flavor 的 single origin。This one's really good。它的那个 espresso 的坚果香，还有巧克力完全被带出来了。天呐 ，Passenger 还是有2把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何止是2把刷子。我疯了！我竟然才知道 Passenger is one of the top roasters in the entire world. Wait, that's just like a local Lancaster shop. So crazy. 我天天都要来喝，我还自己做什么爱乐鸭呀？情感账户被一些 routine 填满了之后，体能账户同样可以用 routine 思路来充值。我刚到酒店，我现在就打算先去 gym 健个身。出差在外健身，考验的不仅是体能，更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可能会遇到这样子极简风的酒店健身房。我在这个 gym 简直就跟荒野求生一样，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器械，我 literally 用这个龙门架就是在各种 improvise， 或者是纯欲风的商业健身房。地狱的狱。今天 check out 这个昨天说的 the box， it looks like this， 就是这样一个车库，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但它这儿不能 drop weights， 因为不能 drop weights， 我只能如此憋屈的练举重。不过呀，这些都是小关卡，最难的是老板期待你在健身的时候还要完成任务，那才是斗智斗勇的时候。下班了。是假的，怎么可能下班呢？还是有 work 要做。I'm gonna do something kind of crazy。我要带着我的工作电脑去 gym。
我就非常想要在我健身的时候把要求做的事情做完，因为我不想浪费我健身的时间。我 literally 站在楼梯机上，然后把那电脑架在前面那个上面，然后我就成功做完了。但有的时候在健身时完成工作真没那么容易。今天练得好憋屈，本来要练举重呢，我就一直有一个东西在等我的EM回复，中间等他的时候我就开始练了，一直跟我说有地方不对，然后我就得不停的分心去改，注意力残留，举重就不是表现很好。你可能会问，在工作中健身困难重重，这不是在掏空意志力账户吗？我发现我这个人做成一件事情的道路上，越是有什么困难，我反而就会越想要做成这件事情。为什么逼迫自己克服困难，反而会给意志力账户充值呢？我今天在听一个 podcast 的时候，学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道理 ：Crossing the Rubicon。在你做出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之前，你是还没有 cross the Rubicon， 在一个 deliberative stage。在这个 stage 里面呢，越有困难，你会越缺乏动力。我好累哟、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没睡好吧，在 Uber 上面睡了一路。我觉得我应该去趟 gym， 但是我稍微有点累，所以我就在拖延。一旦你 made a decision to cross the Rubicon， you are in a stage where 有越多的困难就有越多的动力。No more procrastination. Let's go to the gym. And as usual, I'm gonna bring my work laptop. 因为我还有一些东西要做，但是我不想做，所以我打算到 gym 的那个跑步机上去做。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是一个障碍越大，动力反而越大的人。当我的精力账户通过工作被充值，我才有底气把工作当游戏玩。这是我昨天晚上拼了3个小时拼出的成果，就快成功了。我把工作给当成了一个像拼图一样的游戏。一个好的游戏需要4个组成部分：目标、规则、反馈和自愿参与。目标的制定是一场我与资本家的博弈，资本家想让我打工，而我想快乐，所以我的游戏目标是当一个快乐的打工人。游戏开始。规则1：停止内耗。Just got out of a 2-hour meeting that I was also late for。因为我的 EM 他忘记把整个 meeting invite 发给我，我觉得可能实习的时候的我迟到了10分钟，我会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但是我现在就觉得，首先我的工作能力并不是和这个有关的，因为是他没有给我发 invite。其次，我整个 meeting 我都非常认真的记了笔记，所以我现在就要出来 take a break。规则2：及时摸鱼。我们周2的时候这边有个 market， 就是有很多小商贩。Hello, I get this is such a good break。逛市场真太开心了，我还买了很多水果。我在吃我今天早上在那个 market 买的草莓，巨甜巨好吃。这么大一盒草莓只要4块钱。我朝这个李子也巨好吃，巨甜。明确了游戏规则，接下来要建立反馈机制。最直接的是外在反馈 ，clients 他们有一个 happy hour， 和一些老白男老白女聊天。我竟然第一次感受到了 consulting 的 value。client 老大吧就说非常感激，我们能感觉出来他是真诚的，觉得我们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并不是在说场面话。但不要忘记金币的反面。这是你自己的游戏，你才应该是自己最大正反馈的来源。我觉得我比第一个项目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成长，不是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讨厌我做的事情。Being responsible for things, understanding how things work, even though it's in an industry I'm not that interested in, could be rewarding as well. 我觉得我工作之后更加知道怎么取舍了。比如说我今天在健身 ，There are a couple of things I want to optimize for. First, I want to get my workout in. Second, I want to get my work done. Third, I also want to take care of my body. 刚刚出现 conflict 的是 take care of my body versus the first 2 goals because I was extremely hungry. 举重练完，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于是我就选择了不做有氧了，回家吃完饭之后再继续工作。I'm getting much better at making trade-offs and justifying those trade-offs. 当游戏拼图看似完整，最后一个条件似乎是最难的，自愿参与。因为大部分时候工作是今天这一天 I did so much grunt work， 我们要 clean up 一大堆客户之前给我们的 sheet inputs 全都不一样的 format， 我就得人工把它们全都整理成同一个 format， 然后放到同一个 sheet 里面，我真是做的脑壳疼。最烦的根本都不是 long work hours， it's just boring tasks. Like this task is so fucking boring and shitty,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怎么把被迫打工变成自
愿打工呢。Can I just get this? Can I also get the 12-ounce freshly brewed coffee? Thanks. 我刚经历了我最 stressful 的一段 boarding。今天 SFO 人巨多 ，clear 的队伍也超级慢。虽然这一切都很 stressful， 但是今天我最期待的就是我终于人生第一次要做 first class 了。虽然这个 plane 它应该是叫 business class， 但是应该还是挺好的。虽然说现在 vlog 有种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但反正旁边这个白女还听不懂我说中文。super hot. So actually， 其实还不错，就是太烫了。我知道 first class 上有吃的，但是我怕我吃不饱，所以我又带了一大堆。刚刚实在是太急了，根本没有时间吃早饭，所以我买了一个 sandwich， 有点味儿的，所以我就更加不好意思了。打工人支线剧情现在开启。哎呀，这是生活给我的 vlog 创造桥段呀！我的电脑刚刚一打开，大叫2声，就打不开了。然后我就紧急 call 了一下公司修电脑的 department， 他们说要我拿一个针，就是可以插在这个里面，然后让它插30秒钟，它说不定会好。天哪，太有心人了！我竟然把它修好了，我太牛逼了！这个质感。Number 2。除了头等舱体验官，我还成为了外卖试吃员。好好吃啊，很好吃。银鳕鱼，这是一种面。为什么这个蔬菜卷里面全是米线？还没有配餐具。跟我说你要退回到寝室。Already， 为什么有这么多盒饭？有了这2个自愿工种，我的工作也终于变成了自愿打工。至此，游戏设计完成，你也将得到 The feeling when you put the last jigsaw piece in the jigsaw puzzle. Wow! Okay,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拍东西。I feel kind of self-conscious, but it's okay. 我是一个 vlogger. This is something I need to overcome. Alright. 这个风有点大，并且我有一点社交尴尬，所以我决定回家继续录这个 intro。